所以神经变差了，当然手脚就没有感觉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按压手脚末端的12指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高知说。今天就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有以下7种症状，有可能代表你的血糖控制的不太好。但别怕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大家一些简易的穴位，以及我们平常可以吃什么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哦。第一个就是容易觉得口干舌燥跟频尿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当身体有太多的糖分，身体没有办法运用这么多糖分，而就会想要用小便的方式一直把它排出去，一直排出去之后，你就会容易觉得口干舌燥，一直想要喝水。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按压一个穴叫鱼际穴，它的找法就在大拇指底下这一段骨头的中点，这里就是鱼际穴。鱼际穴是一个肺经的营穴。什么叫营穴呢？营穴就是可以让你赢过糖尿病，它是沼泽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这个穴属于有很多水的穴位，因此当你觉得口干舌燥的时候，不妨就这样子来按压你的鱼际穴。那穴道两边都有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敲打。平常一天可以敲打3到5次，一次可以敲打5到10分钟都没有关系，这是相当安全的穴道。如果你手又容易觉得酸痛，你手可以这样子放上来，然后这样子来带动它。透过这样的带动，我们常常打手机，手不停的往内，我们这样子来把手往外带，会让你的手变得比较放松，比较不容易有一些肌腱的问题。那除此之外，还可以搭配中医一个茶饮，我们后面会继续讲到这个茶饮。第二个症状就是常常觉得泌尿道跟私密处有感染的现象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糖尿病会让你全身充满着很多糖。而这些糖呢，刚好让身体上的这些霉菌拿来开糖果派对，所以他们就在私密处当中四处的兴风作浪。而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又不够好，没有办法来驱逐他们的派对，只好让他们肆意妄为。但是门诊有一个病人，虽然没有糖尿病，但她是中年女性，常常有泌尿道感染。每次泌尿道感染就吃抗生素，吃完很好，马上就没有症状。但是过一段时间，不知不觉她又泌尿道感染起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女生的尿道比较短，所以她比较容易有一个反复的发炎。那所幸她来门诊之后，我们开立一些中药，像是桃红四物汤、黄芪，跟一些比较补气利水的中药，吃下去之后，改善身体的局部循环，像桃红四物汤，而黄芪也可以提高她身体的免疫力。过不久之后，她不用吃西药，也不用吃中药，从此就不用再来门诊了，也不用看到厕所就很害怕，怕自己没有上到。第三个症状就是疲倦跟失眠。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会失眠？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很容易觉得口干舌燥。那我们刚刚讲到可以按压鱼际穴，并控制好血糖。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很频尿，因为口干舌燥喝很多水，又造成晚上容易想要上厕所。那第三原因就是手脚容易麻，所以睡到一半可能容易抽筋，常常脚觉得不舒服。当有这样的状况之后，身体就容易疲倦。那就算你睡得好，你有糖尿病，血糖控制不好，身体也容易疲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身体处在一个发炎的状况。我们身体如果不停的发炎，就像家里在火灾一样，不停的在火灾，就需要很多人一直救火，不停的救火，救久了，整个人就疲累累，就很疲倦。所以这个时候不妨可以来点黄芪水，我们可以一天用3到5钱的黄芪。那常常喝，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的疲倦是有所帮助的。那黄芪记得，我们如果要降血糖，就要用正宗的北黄芪。如果我们用红芪，其实降血糖的效果是比较不好。第四个容易有的症状呢，就是手脚麻木。有一个广告说，小女孩压到阿嬷，阿嬷都没感觉，那小女孩就哭了，阿嬷你来都没尴尬。糖尿病的手脚仿佛开启了飞航模式，知觉相当的弱。这就是因为糖尿病久了会损及大小血管，那又会损及我们的神经，所以神经变差了，当然手脚就没有感觉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按压手脚末端的井穴。井穴要怎么找呢？其实很简单哦，就在这个指甲的两边或上缘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来按压手脚末端的12井穴，或是你可以做这样的按压，满清10大酷刑来按压12井穴。平常想到就可以常常按压，尤其是脚，冬天循环不好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按压。另外一个就是容易伤口难以愈合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刚刚讲了，如果影响到小血管，血液循环不好，当然脚就不容易好。所以在以前糖尿病控制更差，常常会听到有人糖尿病足需要截肢嘛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伤口很难好，会来门诊找中医师。
高医师遇到一些糖尿病足的病人，搭配中药之后，有明显觉得这个伤口是渐渐的恢复的比较快，所以中药用一些药来补养气血，帮助血管跟神经的修复，其实对我们的伤口都会有帮助。那平常如果你要吃东西，就可以多吃一些维他命 C 的食物，就像是芭乐。芭乐又不会让血糖一下飙高太多，富含维他命 C， 促进伤口的修复。或是你平常也可以吃一点维他命 C 片，如果有伤口的时候，一天吃500mg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接着是一个女性比较常见的，叫做多囊性卵巢综合症。为什么叫多囊性卵巢综合症？顾名思义，它的卵巢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囊泡，它里面有很多滤泡，但是这些滤泡功能都不好，就像我们平常去签大乐透一样，这样常常共估啦，月经常常该来的时候，结果都没有来，而且它身上会开启一个模式，叫做男孩过多模式，也就是说，它会看起来很像一个男的，他可能身体会有很多毛。高医师之前有一个病人走进来，我就觉得，健保卡要看一下，这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他声音真的比较低。然后他还是有胡子，然后手脚都有毛，而且身体整个人胖胖的，变得很油腻。那这就是因为当身体的胰岛素阻抗变多的时候，会让我们身体的雄性荷尔蒙变多，那变多就会有一系列变 man 的这些症状。那除此之外，多囊的患者又容易造成胰岛素阻抗，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胰岛素阻抗造成多囊，多囊又造成胰岛素阻抗。那这个时候很需要，真的是要赶快多运动。那中药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，也会让她的月经的周期变得比较准，那变得比较容易受孕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孙子女儿有这种状况，一定要让他们赶快去求诊。那最后则是容易觉得阴道干涩，糖尿病会让你该湿润的地方没有办法湿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血管跟神经都受到一些损伤，让阴道变得比较干涩。那中药也有一些药，像是菟丝子啊、生地啊，这样的一个药方，其实都会有帮助，让我们的阴道变得比较湿润。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子，一定要分享给大家，就是人参麦冬饮。为什么人参麦冬饮这么好用呢？因为我们用一点西洋参可以益气生津，让我们不要这么容易觉得口干舌燥。而且有些研究认为，西洋参对我们的血糖控制也有一些帮助。那另外我们用一些麦冬，麦冬在哪里最多？就在蒋公行馆外面。有一次我去蒋公行馆，发现外面好像种很多东西，结果一看发现，哇，这是麦门冬。那麦门冬为什么有这些好处呢？麦门冬底下的这些块根它其实繁殖力很好，所以麦门冬它还有一个很好的效果，就是可以抗衰老。那它又可以让我们不要这么容易口干舌燥，所以平常不妨用点3钱的西洋参、3钱的麦门冬，可以缓解你的口干舌燥跟糖尿病哦。喜乐的新奶是良药，每周六晚上7点，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